这头斗牛心肺衰竭，没救了，准备安乐。放你妈的屁！老子是牛蹄缝卡了碎石，疼得站不住。3个月前的一场高烧之后，发现自己能听懂动物说话了。韩医生，能不能再想想办法？他可是斗牛锦标赛的冠军，身价2300万。顾总，我理解你的心情，但是强行救治只会延长他的痛苦。现在到该放手的时候了。你这个秃驴，搁这儿瞎叭叭叭啥呢？准备注射安乐针。不是心肺的问题，是蹄子。哎呀！等一下，你是哪个斗牛场的？我来帮你把碎石取出来。你能听懂我说话？你干什么？放手！这头斗牛随时可能猝死，你有行医资格证吗？出了事儿你负责得起吗？轻点儿，疼，但是别停。哎呀妈呀！求你别停！哎呦我去，舒服了。3天了，老子疼了3天了。他们一群废物就知道检查心肺。你叫什么名字？秦野，在哪儿高就？我只是个产牛粪的。哈哈哈哈！产牛粪的牛逼！秦医生，能不能聘请你到我的斗牛场来？别，我不是医生，我连资格证都没有。我知道，但是我们斗牛基地还缺一名斗牛健康顾问，月薪8万。哟，要高升了！条件不满意还可以谈的。老子赏你这个秃头一泡热乎的，让你再跟老子瞎叭叭。嘿嘿嘿嘿嘿嘿嘿！这牛是真记仇。到了顾总的云岭斗牛竞技中心，我才知道什么叫顶级斗牛基地。室内恒温牛舍，铺的是进口木屑，吃的是高档精饲料，牛住的地方都比我住的好。哟，来了老弟，走，哥带你熟悉熟悉环境。那头黑色的叫黑风，哎妈，名字唬人。上次斗牛平分垫底，还好意思顶着那么长的毛，那是骑手太重，160斤，压了俺腰疼。哎呀，腿短就认喽，吵啦。哎呦喂，绿茶牛！哼，瘸子啦。谁瘸了？老子蹄子好着呢。这能力不是恩赐，是惩罚。这斗牛基地比春晚还热闹。我的工作就是每天巡逻牛舍，听听他们有没有不舒服。但他们基本聊的都是八卦。6号位那个铁塔，昨儿晚上尿了3泡，指定是苹果造多了。嘿嘿嘿嘿嘿嘿。那个新饲养员手可轻可得劲儿，就是毛有点少。咋的？你搁这选美呢？人家秃不秃跟你有半毛钱关系啊？你先把自个儿后蹄子那层老茧磨明白了。你们公牛就知道关注没用的。今日的精饲料新不新鲜？上次那批有股霉味儿。老朱，6号库一批精饲料可能受潮了，麻烦查一下。你怎么知道？闻到的。鼻子挺灵，天赋。搞什么名堂？小伙子有点东西啊！秦爷，跟我走一趟。赵总，这就是秦爷。我那条阿拉斯加3天不吃东西了。顾总说你有本事，你给看看。又来一个。你到底怎么了？3天不吃东西，你主人快急死了。唉，我生气了。生气了？对，我生气了。他上周弄回来一条金毛，那个母的，那绿茶，他当着我面给人家揉肚囊子。还你真乖，您猜怎么着？趁没人的时候，在我窝边上呲了一炮，我去找他理论。
他就嗷嗷嗷装可怜。他戳着我脑门说：“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儿？”我不懂事？我在这个家7年了，7年了，7年，一个金毛来了1礼拜，我就嘛也不是了。所以我甭吃了，我不吃，他就能多瞅我2眼，他就能想起来接家谁才是他那个元篓级的大宝贝儿呗。合着您这是吃醋了呗？怎么样，抽出妈毛病了吗？您这条阿拉斯加身体没问题，他是情绪问题。情绪？他吃醋了啊？最近好像是总抱着小金毛。黑豆那天好像还叫了一声。黑豆爸爸错了。行了行了，赶紧给爷盛饭去。行了，您该干嘛干嘛去吧。嘴是真毒。你怎么知道他新养了金毛？看出来的。怎么看的？客厅地毯上有金色的毛发，但他家阿拉斯加是黑白色的。秦野还真有2下子。我总不能说我能听见动物说话吧？赵景明的事儿传出去之后，顾总的电话就没停过。云城养名贵宠物的有钱人比我想象多得多，而这些有钱人最大的烦恼就是他们的宝贝宠物不对劲，但兽医又查不出毛病。而我大概是全世界唯一一个能给动物做心理咨询的人。顾总，麻烦你家兽医给看看，全身都在掉毛，看了2家宠物医院，说是应激反应，但我家环境又没变化，您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儿？把你的脏手从我身上拿开啦！你手上有牛粪味哎！我刚洗过澡，前天洗的，用的是法国进口的猫用沐浴露，1瓶800块那种哦，你用不起的啦。你为什么掉毛？因为烦。烦什么？他最近在看直播啦，一个嗓门很大的女人对着手机嗷嗷叫。3、2、1，上链接，家人们不要走。他那个破手机开着外放，声音大的要死啦！我连续半个月都没睡好觉哎。我掉的不是毛，是我对这个家的失望感哎。唐总，我冒昧问一下，您最近是不是经常在家看直播，外放声音比较大那种？啊，是有在看，怎么了？猫的听觉比人敏感得多，您手机外放的音量对它来说是噪音轰炸。建议晚上10点以后用耳机，或者给猫一个安静的独立空间。行，我试试。下次来之前记得把手洗一洗，牛粪味真的不行啦。猫不掉毛了，钱转过去了，感谢费你收一下。收到，客气了。支付宝账2万元。唐总，感谢费，你的分红。顾总，这拿着，你应得的。我开始觉得这个能力还挺好用的。顾总，你那个秦野能不能借我用一下？我这有个病例，诊断不出来，已经有主人投诉了。去不去？什么动物？一只非洲灰鹦鹉。鹦鹉？能说话的动物，我怎么有种不好的预感？一到瑞宁动物医院，我就后悔了。跟鹦鹉说话不会露馅儿吧？哟呵，来了您嘞！检查全部正常，血液、寄生虫、营养指标都没问题。行为学专家也来看过，说是心理问题，但具体什么原因搞不清。它的主人姓林，是个做外贸的商人，很有钱，说如果再治不好就要投诉我们。我看看。哟，来新人啦！我说您能听懂我说话不？能的话您眨眨眼。别惊讶，
非洲灰鹦鹉是世界上最聪明的鸟类之一，会模仿人说话。不过它平时话不多，今天算活跃了。它觉得这是模仿。您放心，他们听不出个来，在他们耳朵里，我说的跟老母鸡打嗝没区别。但你不一样，你能听懂对吧？您的秘密我帮您兜着，我这鸟嘴严实着呢。前提是您得帮我一个忙。这只鸟比我聪明。它平时在家里都说什么？它主人就教一些常见词句，你好、恭喜发财之类的。切，恭喜发财！您听听，就这4个字，他教了我3年，老子的词汇量比他大学英语4级分数都高。你为什么拔自己的毛？因为我瞅见了一些不该瞅见的东西。别瞎想，不是黄片儿。那是什么？我的主人每周3晚上，他都会打开书房的保险柜。保险柜里除了钱和文件，还有一个 U 盘。他每回都把那 U 盘对电脑里瞅，瞅完了就跟让人抽了魂似的，心情就很差。然后他冲我来了，骂我吵我脏。有一回他拔了 U 盘，但没关屏幕，急头白脸的就出门了。我寻思着瞅一眼吧，好吗？给我看不会了。是监控录像，他那个合伙人平时人五人六的，背地里一套一套的，做假账、挖墙角、倒腾资产，全部拍下来了。他一直憋着，面上跟没事人似的，却成天骂我跟个碎嘴子似的。我碎嘴子不是跟您学的吗？这不随根儿吗？我折自己毛是因为焦虑，但我焦虑的根源不是我自个儿，是他。他摊上事儿了，大事，但他不跟任何人说，单跟我言语。他以为我听不懂，但我全部听懂了。这不是医疗的问题，这是一个商业的问题。你想让我帮什么忙？告诉他，别一人扛着了。他血压已经很高了，再这样下去，先倒下的不是他的合伙人，是他自个儿。我不想看着他出事。他是个混蛋，但他是我的混蛋。怎么鼻子有点酸酸的？我尽力。恭喜发财！嚯，他又说了。这只鹦鹉情况根源在于它的饲养环境存在高压情绪源。通俗地说，它的主人最近压力非常大，而鹦鹉的共情能力极强，主人的负面情绪会直接影响它的心理状态。你的意思是主人的情绪导致的？对，建议和主人深入沟通一下他的近况。这不是鹦鹉的病，是主人的病。你确定？确定。后来，许宏远主动找到苏燕说了实情，他正告他的合伙人，压力大到每天失眠。靠着骂鹦鹉出气啦！他说他从来没想过自己的情绪会害了鸟。许宏远送了一面锦旗给医院，苏燕觉得这面锦旗应该给我，我没要。我听说你小子给一只鸟瞧病，你的医术就值一只鸟？你先把你自己那窝屎铲干净再说吧。名气这个东西，一旦开始传播，就刹不住了。尤其是在有钱人的圈子里。1个月之内，我经手了17个案例：阿拉斯加绝食、情绪问题、布偶猫脱毛、噪音问题、非洲灰鹦鹉拔毛、焦虑问题、金毛抑郁、主人离婚、狗不知道跟谁。我的诊断成功率是100%，因为我能直接听到当事动物的第一手证词，太犯规了。这种感觉有点像一个法官在审案的时候能直接听到被告的内心旁白。月薪8万，加上奖金，第2个月我到手的收入超过了20万。重新租了个房子，
给爸妈寄了5万。找对象了没？能听懂动物说话，不代表能听懂女人说话。这2个物种的沟通难度，可能不在一个量级上。就在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时，之前的兽医专家他盯上我了。因为赤霄那件事之后，他在圈子里的名声大受影响。准确的说，他不是盯上我，是恨上了。因为赤霄那件事之后，他在圈子里的名声大受影响。这个故事让他成了笑话，他感受到的目光都是嘲讽，每一个眼神都在说你不行，而我就是那个让他不行的人。秦野最近小心点儿，韩志恒在到处打听你的底细。打听什么？你的从业经历，你有没有行医资格证？我确实没有行医资格证。畜牧兽医专业毕业不假，但我毕业后一直在产牛粪，从来没考过证。不过我的身份是健康顾问，是通过经验判断动物的情绪以及心理活动。但如果有人非要较真，那我就给他上一课。韩志恒显然打算来搞我。第一次交锋发生在一场行业交流会上，云城动物医学协会主办的。本来是让你露个脸，坐在圈子里分享一下。明白。结果一走进会场，我就看到了坐在前排的韩志恒，他也看到了我，表情像猫看到了老鼠。好的，那么下面进入自由提问环节。在座的各位同行有什么想交流的，可以举手发言。我想请教一下，最近圈子里新冒出来的秦野秦先生。秦先生凭借一次牛体检查，声名翘起，在座的同行们应该都有耳闻。但我有一个疑问，想当面请教秦先生，资格证编号是多少？果然还是来了。顾总也跟着紧张起来。韩医生，我没有职业兽师资格证。那么按照动物防疫法第81条，未取得职业兽医资格的，韩医生，我的岗位是动物健康顾问，不是兽医。我从来没有开过处方，没有使用过药物。我做的是行为观察与建议，这些都不属于办法所定义的动物诊疗活动。如果您认为我的工作范围越界了，可以向主管部门举报。但是你所谓的行观察依据是什么？你凭什么判断一头斗牛的护蹄套里有碎石？凭什么判断一只狗在吃醋？这些诊断的科学依据在哪里？还是说你是靠神学、靠通灵？韩医生，您那天对赤霄的诊断是急性心肺衰竭，建议安乐处理。如果我没有多管闲事，拆开护蹄套，那头价值2300万的赤霄，此刻已经是一具尸体了。至于我的依据是我认真看了，我看了您没看的地方，仅此而已。他的眼神告诉我，这事没完。秦野，你可以呀，怼得漂亮。顾总，他还会来的。哈哈哈哈哈！我知道，但你放心，只要你在我这里，没人动得了你。下周有个大活儿，鸿盛集团的魏总介绍的，他在云南有一个生态牧场，300多头牛，最近不明原因大面积减产，
请了好几波人都不行，你敢不敢去？同时听300头牛说话，光是想想就头皮发麻。钱嘛不嫌多，命嘛不嫌长。不过顾总，我得先考个职业兽医师资格证。行，我给你找最好的辅修班，费用我出。不用，网上9块9的课程就行，省钱。哎，行吧。你这个抠搜的劲头跟你斗牛基地里头那头赤骁一模一样。秦啊，你啥时候回来瞅瞅？新来那产粪的小子，手法太他娘的糙了。道叔，您看这头最近采食不太好，今年的草料收成比去年差了近30%，但是牛群的存饲量又不能减。高叔，照这个势头，咱牧场撑不过冬天了。今天的草又是这种味道，表哥，换点别的吃吃呗。哎呀，那头公牛又盯着我看，莫不是看上我了？脚好痛哦，3天了没有人管我。我好想我老妈哦。 90%以上是废话，我努力把噪音过滤掉，寻找有用的信息。又饮了山脚水沟的水，肚子痛到顶不住。那条沟的水水咸咸的，比大水脏的水好喝100倍。哪边的水沟？就是山脚那条沟哎，上个月暴雨冲出来的。 所以自发去喝那条水沟的水，好喝。找到了那条河流，水量确实不大，清澈见底。暴雨把深层含矿地下水冲了出来，形成了这条更流。牛偏爱略带矿物质咸味的水源。 表妹，好喝惨喽！不对劲呢，9分有12分的不对劲，快喽！牛不行喽！长期低剂量重金属摄入，导致了消化系数的紊乱和产奶量下降。高总连夜把那条横流截断。 换了饲水系统，1个月后，牧场产奶量恢复了正常。哈哈哈，你满意就好。受牛一拜，多谢你哦。大水槽的水全是铁锈味，没得天，牛的命也是命。 那你倒是早说啊！3个月了，嘴皮子都磨薄了，完全就是对牛弹琴。也是，不过你这个人还是牛的哦，哼，比成天拿针戳我屁股的人强10万倍。谢谢夸奖。默契啦！我肚子里好像有虫子在爬，你方便的话帮我看一眼得不得？ 肚子疼找兽医去，我还没考到证。那你考快点嘛，得不得哦？考定比刷档视频还简单，毕竟专业基础还在，加上现在每天都在实战，刷图刷得飞快。 9块9的养课确实够用。2个月后，我拿到了职业兽兽医资格证。 韩志恒精心准备的第2颗炸弹哑了，但他没有放弃。如果说第一次是直接进攻，第2次就是迂回包抄。他找到了梁文，瑞宁动物医疗中心的老板苏燕的合伙人，
梁博文是个商人，跟韩志正有生意上来往，每年大几百万的合同。你们瑞宁别跟秦野合作。梁文文是个聪明人。瑞宁动物医院举办一场兽医技能公开赛，邀请全市职业兽医参加，现场诊断真实病例，专家评审打分。面子上是行业交流，实际上是一个局，一个用来验证我的局。不参加也行，你现在根基不稳，没必要冒险。参加？你确定？我每天听几百只动物说话，脑子快炸了。如果赢了这场比赛，我的客户群能翻3倍。你这是为了钱？赢了就没有人隔三差五来找事儿了。比赛当天，韩志正也在，坐在评审席上。眼睛一直盯着我。规则很简单，每位参赛者抽签选择一只预设的病例动物进行现场诊断。评审根据诊断准确性、方法科学性和沟通表现打分，时长30分钟。我抽到了第7号，资料卡上写着近1个月间隙呕吐，食欲正常，精神正常，体检未见明显异常。哟，新来社兽医长得俊不俊？俺瞅瞅，哎，还中，比上回那个彪子强。你哪里舒服？跟开盲盒似的。吃了什么异物吗？骨头、玩具、塑料袋？啥都往嘴里胡噜噜。俺是啥？俺是边牧，狗界爱因斯坦。那你是什么原因？你自己的身体你有感觉？可能跟俺吃的那个东西有关系。俺主人每天给俺吃一颗药，他说啥？鱼油，补脑子的。俺脑壳还用补？俺这脑壳再补就超纲了。鱼油不应该会吐，你觉得它哪里不对？那玩意儿苦得慌，每次吞下去，胃里翻腾的不行，就跟坐过栏车似的，还是倒着开那种，有时候就吐了。药瓶，你记得瓶药瓶长什么样吗？俺是狗，俺不识字。但那个瓶子俺记着，蓝不溜丢的。蓝色瓶子，白色药片苦味，甲须咪燕。我需要了解一个信息：这只犬的主人是否有长期服药的习惯？具体用药是什么？主人档案显示，犬主患有甲状腺腺功能亢盛症，长期服用甲黎明。它的间歇性呕吐是外源源时常刺激，主人长期服用甲黎一，可能是主人误将甲畅药当成鱼油喂给了狗。建议立即停误服药物，更换正确的宠物鱼油，并进行一次全面的血液复查，以评估甲状腺功能是否受到影响。证据呢？你凭什么判断主人喂错药了？3个线索：第一，间歇性呕吐，且与进食时间无关，说明不是饮食的问题，而是某种周期性的额外摄入物。第二，犬的体检完全正常，排除器质性发变，但呕吐是真实的，说明有外源炎性胃肠刺激。第三、第四，主人长期服用甲燧异明，该药物为白色药片，虽外观与常见鱼油不一致，但如果主人同时购买了片状性的宠物鱼油，在光线不好或忙碌的情况下，存在误拿的可能。
建议现场联系泉主，确认家中是否同时存在2种白色片片类药品。你这些都是推测，没有实质性证据。你好，我是瑞宁动物医药医疗中心的梁博文，请问您家里的甲索鱼糜和宠物鱼油是放在一起的吗？对啊，2个白瓶子都在同一个抽屉里。我最近换了眼镜，度数还没适应。牛逼啊你！刚才那段推理硬是帅惨了。但你刚才摸安脑壳的手法不太中，跟撸铁似的，吭哧吭哧的。当天的比赛，我拿了第1名。评审给出的评语是：诊断思路独特，逻辑严密，极具临床潜力。走出瑞宁动物医院的时候，外面下着小雨。顾总在车里等我。怎么样？赢了。我知道你赢了。感觉怎么样？感觉怪怪的。我靠一个外挂赢了他们，有点不公平。但你解决了他们解决不了的问题，那些动物被你救了，这是真的。秦野，老天爷给你这个能力，不是让你内疚的，是让你用的。哦，对了，下一个客户云城动物丸，1只大熊猫，据说不吃竹子了。我有个预感，这只熊猫的话大概也不会好听。但管他呢，产粪出身的人，什么听不了。云城动物园园长亲自打的电话。秦医生，咱们这只大熊猫阿宝已经连续5天拒绝进食了，不光不吃竹子，连苹果、窝窝头都不碰，精神萎靡。我们做了全套体检，血脂片子全正常，那问题又出在脑袋瓜子上。饲养员也没换过，饲料来源也没变，我们怀疑是心理问题。但熊猫的心理研究本来就是空白领域，实在没辙了。顾总推荐了您，说您在这方面有独到的方法。独到的方法？如果他知道我的方法是直接跟熊猫聊天，不知道会不会当场把我插出去。又来了一个，抽血、扎针、量体温、翻老子眼皮，最后咬脑壳走尿了。你们人类就不能让老子安安静静待到起吗？哎，这个人咋蹲起不动嘞？你咋不动嘛？因为你不想被打扰。啥子？你听得懂我说话？哎呦喂，老子刚才骂给你听得到没有？那不算数哈。我这几天心情不好，说的气话。完了完了完了，国宝形象彻底垮死了，老子申请调去给金丝红看大门算了。莫在这点丢人现眼了，别躲了，我不给别人说。你发誓不跟别个说？我发誓。所以你最近到底啥情况？我跟你说个事儿，你能不能帮我转达一下？你说。我想小满了吗？小满，2年前叼走的那个配对母熊，这事儿麻烦了。他走了之后哦，这个笼子就剩老子一个了。他睡觉打呼噜才大声哦，吵得要死。但是哦，习惯了嘛。没得他那个呼噜声，我还睡不着了。现在太安静了。
安静的老子心发慌，瞌睡都睡不着。我不吃东西不是生病，是没得诱口。你晓得不？我就不想吃了吗？呛到的才香，硬是吃啥子都没味道。我连这个门都出不到，但是我硬是想他的很嘛。这事儿不能拖。怎么样？阿宝的问题不是生理问题，我知道，但到底是什么？他想以前的配对对象了。2年前被转走的那只小满。对。你说他是因为想另一只熊猫才不吃东西的？对。我的建议是，如果无法转回来，至少可以通过视频连线。给熊猫看视频通话？算了，试试吧。哎，视频通话设备装好了。哎，咋个摸不着嘞？他变胖了，但是还是那么乖。2只熊猫隔着屏幕对视了整整1分钟，安静的什么声音都没有的1分钟。然后阿宝低头叼起了地上的一根竹子，开始吃了，一口一口的，慢慢的吃。谢了哈，但是你身上还是有牛粪味儿，下次洗干净了再来哈。